大家好，我是波爸，他是波波，欢迎来到我的装备袋。今天的装备袋要开箱的是我目前在用的相机。大家可能会很好奇，我们很久之前不是有开箱过相机了吗？没有，因为我升级了设备。今天要开箱的是目前 Sony 的最新的旗舰机 A1 Mark II。你要帮我买吗？影片开始前，还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说，台湾有开放5种猛禽可以饲养，不过也必须要有合法的来源证明才可以饲养哦。台湾野生猛禽不可以饲养，不可以饲养，不可以饲养。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过去这一年我们在拍摄的主力机是现在在拍我的这一台，就是 Sony 的入门水桶全画幅的机器 A7C2。用 C2 拍摄的这一年不得不说，很多时候它真的就会差一点，就是有些画面真的抓不到。所以经过了这一整年的挣扎，然后我跟波妞也来来回回讨论了好多次，挣扎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咬牙直上目前拍鸟的相机的顶点，就是现在这一台 A1 Mark II。至于这一台相机它究竟比 C2 提升了哪些？然后有什么是我们很满意的点，又有什么是我想吐槽的点？接下来这一集我们就完整的来跟你分享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的心得。过年按快门吗？我说这可以买断手机。不好说。首先如果大家有在拍鸟，或多或少应该有听说过这一台相机它的对焦很厉害，但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就是 Sony 最新的那个对焦晶片嘛，什么意思？对焦晶片，鸟类对焦，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是 Sony 它最新的那个对焦晶片很厉害嘛，但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其实像 AI 对焦晶片这个，我们之前这台 A7C2 也有。但是如果你有拿 A7C2 的机子去拍过像燕子蝙蝠这种又小，然后移动速度又快、移动轨迹又不确定的题材，你会发现奇怪，我在画面上明明看到，怎么好像每张都合焦了，但是拍出来每张都是糊的。这个就是你的机身它有辨识到鸟类，但是机身本身的对焦更新率跟不上。没错，其实拍鸟最重要的有一点是对焦更新率。拍鸟，尤其是飞羽，就是飞版的这种题材，有一个东西比 AI 对焦晶片更重要的，就是对焦更新率。这个网络上可能比较少人提到，但是这是我自己拍下来我最有感的地方。对焦更新率是什么？对焦更新率就是你的相机它每秒可以重新刷新对焦的次数。因为像A7C2 其实我在网络上找不到它对焦更新率的数据，但是像 A1M2 跟 A1 之前那一代，它都是每秒可以刷新120次，就是一秒你的相机会对焦120次这样子。A7C2 我自己的体感应该是在30次左右啦，就是你说它对焦准不准吗？如果是静物它很准，但是如果是像尤其是像燕子那种小东西，它一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你的相机是完全抓不到的，10张大概糊8张吧。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拍不到翠鸟是因为技术很差。技术差可能是一点，但是对焦更新率应该占了80%-90%。因为像我现在用这台 A1M2 嘛，我自己去试拍，有拍翠鸟就差10张，基本上是至少准的是8到9张。波波你要说什么？波波说拍我不用更新率，只要会对焦都可以。第二个差异很直白很暴力，就是画素。因为 A12 它的画素有5010万嘛，就是5000多万画素，但是之前 A7C2 只有3300万。大家可能会觉得3300万应该够用了吧，但是在拍鸟，因为鸟这种题材它很多很小很小只，然后距离又非常的远，常常会需要用到超级暴力的裁切。直接给你们看
5000万画素它可以裁切到什么程度。这就是5000万画素带来的底气，让你可以很放心的去裁它、切它。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我干嘛不要换另外一台 A7R5，更画素不是更高？但是人家对焦跟 C2 差不多，就是我总是要选一个最适合的，而不是特定题材最顶的这样。第3点，这个可能是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升级，就是预拍摄 RAW 档。因为 Sony 这台相机啊，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台可以预拍摄 RAW， 然后是完全没有阉割的相机。阉割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市面上的相机，像其他家的，它有的预拍摄只能拍摄 JPEG， 它不能给你拍 RAW， 然后有的是会给你压缩过的，就是压缩的有点严重的 RAW， 然后还有的是限制你的速度，就比如说我可能1秒原本30连拍，我预拍摄变成只给你5连拍、10连拍之类的，这样子。然后 A12是目前我知道的市面上预拍摄应该是唯一一台啊，我没有100%确定，但是我记忆中目前还没有完全没有阉割的 RAW 这样子。有些朋友啊，可能平常是在拍人像或者是拍风景，会觉得预拍摄这个功能很鸡肋啊，根本就用不到。确实，但是预拍摄这个功能对我自己本身拍的题材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提升太大了。这个功能帮我拍到了好多我以前从来应该是几乎不可能拍到的画面。如果大家没办法体会的话，我们来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大家可以先把你的手指放在你的滑鼠或是你手机的暂停键上面，现在可以看着画面里面这一只燕子，然后在你觉得它起飞的那一刻，就是你看到它起飞的那一刻，按下暂停的按钮。很突然欸。或者是你能抓住波波刚抬头闭起来嘴巴瞬间的按钮也可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能不能抓到这只小可爱的起飞时机。好可爱哦！看它起飞的时机，大家能不能把它留在框框里？如何，有抓到吗？应该已经出框了吧？而且这个画面它不是用600端拍的哦，这个画面我记得我只是用好像200、300、300、400端拍的而已。如果600端拍的话，它会更难抓，因为人的反应速度啊，真的很难跟上野生动物，很难跟上鸟类的反应速度。但是因为有了预拍摄，所以我拍到了这些画面。不是这个画面，这个不用预拍摄，这个只要等就有了。第4个我觉得提升很实用的点就是加速按钮，因为之前 A7C2 啊，它的连拍速度只有到10张每秒，虽然这个大概80%的场景都够了啦，像我自己现在用这台新的相机啊，我的连拍速度其实也就开10张或者是15张而已。那这个加速按钮呢，就是在有一些关键的瞬间，像是鸟类突然间飞啊，我需要它的羽毛的某个角度就是特别漂亮，或者是像捕食的瞬间，它们有些吃东西捕食、吞果子的瞬间，或是鱼鹰冲水的瞬间，这个加速按钮可以帮我更有机会，应该说机会可以高非常多，可以捕捉到我想要的这个画面。那它可能占拍摄的大概10%到20%而已。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好奇啊，那你干嘛不要直接都开着30连拍就好了？这样子不是什么都捕捉得到了吗？话是这么说没错啊，但是如果今天你开着30连拍的话，那这样你应该可以体会到什么？就是你拍一整天这样拍下来，你可能很大的机会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快门一时爽啊，挑片火葬场。就是一打开，可能一天就拍了几万张照片了，很大的机会你会把那个资料夹关掉，然后想说算了，我明天再处理，从此它就尘封在你的记忆卡里了。我自己是这样的。
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大的升级，就是这台相机它可以录 4K120。婆婆，你是不是想拉屎？4K120就是专门录这种画面用的。对，这种画面很需要 4K120，我马上示范，但是我现在没办法录。吓到他。我就很想打喷嚏。4K120为什么我说提升很大呢？因为之前 C2 它只能录 4K60，我们能慢放大概就是放到原本速度的一半左右，就是40%嘛。那如果有 4K120的话，我就可以再把它放得更慢，就是再可以比 4K60再慢放一倍，就是放到大概1/5的速度，就可以把一些鸟类啊，它们的一些动作很细节、很完整的记录下来。好，我觉得升级最大的几个点大概都说完了，然后当然呢，还有像暗光表现提升啊，然后防手震这一些我就不特别说了，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未来的影片里面直接去体会到这样子。那接下来我就说说我自己用下来想吐槽的几个点吧，因为网络上我看到的评价大概都是一致好评，很少吐槽的。但是我自己使用下来，真的有几个点我不得不吐槽一下，就是心里难受啊。我想吐槽的点，第一个就是不是 Sony 技术做不到哦，是它就是不给你 4K120，为什么不给 Super 35模式？如果不知道什么是 Super 35模式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模式，可以让你的全幅相机变成像半幅那样，那会有1.5倍的裁切，简单来说就是会放大1.5倍。那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抱怨是，为什么录影不给无裁切？那是因为我们是拍小东西嘛，所以我现在想抱怨的是，为什么录影无裁切不给可以裁切？这样是不是很绕口令？对啊，我怎么没听懂？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 APS-C 就 Super 35模式，像 4K60 或者 4K30，它都是一个按钮，我可以自动选择我要不要裁切，而且因为裁切完它还是一个 4K 的画面，它不会变差这样子。但是 4K120它不给我这个功能，就是变成说我平常在录影，因为我们录影其实很长，我都会开 S35，因为我需要更远的焦段嘛。那我如果600mm 开 S35就变900，这样大家听得懂吗？你听得懂吗？大概就是我600mm 的镜头，如果开 S35模式的话，它就会变大概等效焦距是900mm。那我拍鸟很常需要用到这个模式，但是 4K120居然不让我有这个功能。他叫你买真倍镜啊。但是真倍镜我还是可以再加上 S35啊。你懂意思吗？就算我今天上了真倍镜，我可能还是可以用这个按钮做到更多的事，拍摄更多的细节。但是因为它不给我，变成说我有的题材，我还为了要更远的焦段，我必须把它切回 4K60，我不能录到远处的慢动作，就是我不能把它放得那么慢，我两个必须要取舍。然后再加上这样子，我的录影模式就要一直切换来切换去，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这也是我自己在跟几个也有用 A1II 的朋友聊过之后，大家一致诟病的，因为大家买这台相机，至少我身边的朋友啦，都是为了要拍摄动物或是飞鸟，但是他直接把这个给阉割掉了，这个真的是。接下来第二个我想吐槽的点也是一样，不是他技术做不到，而是他不给 4K120，没错，又是 4K120，为什么 4K120不给动态积极防手震？我很常需要手持拍摄，但是因为没有动态积极防手震的话，它的抖动真的就会比较，就是你要手持录影真的会难度比较高。是 4K120，但是因为 4K120它不能开防手震，所以会有点抖。但它优点就是它速度可以放得非常慢。拜托 Sony， 可不可以下次韧体更新的时候把这些功能加上去？虽然这几天好像才刚更新，但是拜托拜托拜托，这是我最希望的2个功能。
最后一点小抱怨就是副场镜头，因为目前市面上最适合我使用场景的镜头应该是 Sigma 的500f5.6 这颗镜头，它焦段算够，勉强够，然后它的重量又非常的轻，就特别适合我们拍摄。但是配上 Sony 的原厂相机，它不支援30张的高速连拍，然后它不支援增倍镜，就是这两个功能直接给你砍掉了，也是拍鸟最重要的两个功能。然后可能又会有人要问，那波爸你干嘛不要直接买原厂的300f2.8 这颗镜头就好？因为其实300f2.8 这颗镜头啊，它就算加上2倍的增倍镜，有的时候焦段还是有一点不够用。当然它是个很好的镜头，然后还有最主要一点是因为我买不起，对，我买不起，不然它应该是我目前最想要的一颗镜头吧。就是我常常跟波妞讲，我好想要，这我买不起。波妞有看我吗？你要帮我买吗？这表情是，我表情。这个惊讶我感受到了，他真的很惊讶。你在攻杀？然后可能又会有人要问，那波爸你干嘛不直接买428或640这种大炮？这不是最适合拍鸟的镜头吗？太重了，因为我大部分是手持，然后当然我也买不起，因为那更贵。好啦，这2颗不会叫你买，328就好，好不好？他在瞪我。好啦，其实说这么多，我会选择这台相机，并不是因为我们多有钱，想买就可以买，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野生动物这个题材。就像影片一开始说的，那些最精彩的瞬间，往往都稍纵即逝。这台 A1 Mark II 是我们花了1整年的时间慢慢存下来，犹豫再三才做出的决定。波爸的装备袋这个系列分享的一直都不是器材有多神有多昂贵，而是这个伙伴能陪我们完成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不希望因为器材的极限而让我们错过那些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美好。这台 A1 Mark II 就是我们为了能把这些更清晰、更震撼、更完整的感动带回来分享给你们所做出的最重但也最甜蜜的投资。因为我们相信这些画面值得我们用最好的方式去记录它。以上就是这一集装备袋的分享。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师，我不会做专业的测评，但这些都是我最真实的使用体验。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我是波爸，我们下集再见。人家都是爸爸买给你，你都是波波买给你，一样都是波开头的，波波买给你。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喜欢波波以及对各式各样的猛禽有兴趣的朋友，更要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粉丝专页，上面会有我们最日常的样子。欢迎常来找我们聊天，都会有我跟波妞亲自回复哦。大家下次见啦！